3月10号，著名投资人 Peter Thiel 呼吁他所投的公司从矽谷银行撤资，导致矽谷银行在1天内出现挤兑他银行里的现金，到最后是负10亿美元，1天内就被 FDIC 接管。到了3月12号，拜登出来宣布全面保障存款。因为如果他不保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问题解决了吗？ Biggest banks made a dramatic move today to rescue a smaller bank and head off a potential crisis. Credit Suisse has said it will borrow up to 50 billion euros from Switzerland's central bank in a bid to shore up its liquidity.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解决，除了加深了上一期视频里面我提到的美国的3大危机之外，还衍生了2大问题出来，影响着你我每一个人。今天就给大家深度分析这些问题对我们带来的种种可能和影响。而我个人觉得这些事件比08年的雷曼事件更严重，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更深远。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你就可以听到我独特的分析。大家好，我是习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了。回到今天主题，对于矽谷银行如何变成初创公司、风投界和高科技的首选银行，我在我上一期的直播里面已经有详细的分析了，也分析了它出问题的根源，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最后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3月9号的早上，创始人基金公司 Founders Fund的 CEO Peter Thiel 建议他所投资的企业从矽谷银行撤出资金。那因为在 Silicon Valley 风投界里面，一个投资者可能投资了很多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又互相连通的，所以 Peter Thiel 叫大家撤资，也引发了其他的投资集团也要他们投资的企业从矽谷银行撤资。1天之内，矽谷银行就出现了银行里面最怕的事情 Bank Run，挤兑，很多人排队要把他们的存款提出来，而银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现金可以满足这些提款。到了那一天晚上，矽谷银行的现金是负10个亿美金，而它也被美国联邦保险机构 FDIC接管了。那随着银行关门下班了，这个周末很多的公司和他们的员工、供应商都在心惊胆战，因为 FDIC 所保障的25万存款的保险根本不够保障今天的银行存款，特别是这个矽谷银行里面大多数的存款还是企业的账户，25万美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而这些企业需要动用现金来支付员工的工资和供应商的款项，所以一旦资金断裂的话，就会使到整个高科技行业崩溃，它的影响远远要比中国去年的内房所发生的现金流断裂更严重100倍。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12号星期天的晚上就出来宣布，美国政府会保障矽谷银行和另一家 Signature Bank 的全部存款。那拜登这个救市的措施虽然是引来很多的 controversial 很多的争议，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做得非常果断，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如果不稳住大家的信心的话，银行最怕的就是 bank run 挤兑发生的原因就是信心的崩溃。我们看到上个世纪1929年的时候，大萧条的发生就是因为银行体系的崩溃，而当时的美国总统 Hoover 认为市场自动会调节，所以没有采取果断及时的救市。而到了08年的金融海啸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美国也没有救 Bear Stearns， 直到雷曼倒闭了之后，事态蔓延到
整个银行界 AIG 也随着要倒闭，这个时候美国才出手 bail out AIG 集团。但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一个总统果断的去做一个决定，也会引来很多的人的批评，说用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家私人银行是不公平的。所以拜登政府也决定不用纳税人的钱，而是先保证了大家的存款，以后要全部的银行增加他们所付的保险费，来为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这2家银行的问题买单。所以我个人觉得拜登在这个逼不得已的时刻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有很大的后遗症。首先，矽谷银行是暴露了整个银行界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存款去买国债，这不光是一家银行，而是普遍整个银行业里做的事情。现在美国的利息涨上去，全世界的利息涨上去，当利息涨上去，债券的价格就会下来，因为新的买家一定要用更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债券，才会收到高的收益率。所以当价格跌下来的时候，银行就会蒙受投资的损失。但是会计的原理说，如果银行不卖这些债券，他们 hold to maturity， 他们是不需要 recognize 这些亏损的。所以我们在他们的盈利表里面看不到这些亏损，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看到还是很高的资产，而不知道这些资产已经是严重的贬值了，甚至因为银行有很大的一个杠杆比例，银行可能已经是资不抵债了。现在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普遍的银行股价都在暴跌，就是反映着这个问题的存在被市场开始 recognize 看到了。拜登说过，不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些银行的问题买单，而是要银行在未来支付一个更高的费用来买单。那大家想象一下，这些银行本来已经有问题，如果再要加上一个费用的话，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而银行增加了费用，降低了他们的利润，这也会降低他们去收存款、放贷款的动力。银行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一旦银行的活动减少了，一定会让经济放缓，甚至出现衰退。那除了拜登保障了所有的存款可以拿得出来之外，美联储也容许了银行可以用国债去做抵押，拿出100%的现金出来。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一家银行它的客户要提款的时候，如果银行不够钱，它就要去卖它的资产，也就是这些国债。而当一家银行在卖资产的时候，它就要从刚才我们所说的 hold to maturity 这个账面上变成了 available for sale 的债券。而这个期间，因为国债的债息涨上去了，银行就要入账 recognize this loss，承认这一笔亏损。那现在银行不用在市场上卖债券，而是把债券跑去美联储，就可以把债券的全额借出来，其实是比他在市面上卖这些已经贬值的债券能够拿到的钱是更多的，而且不需要 recognize the loss， 表面上是解决了问题，这也是变相美联储又向市场投放资金，悄悄的打开了量化宽松这道门。Oh, I see。 而市场现在普遍的认为，美联储日后可能会放缓加息，甚至开始提早降息，因为现在的市场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不能再承受继续的加息了。但是我们记得美联储鲍威尔多次的提到，现在的通胀的问题还是非常普遍和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高的利息加得更快来对抗通胀。Which suggests that the ultimate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is likely to be higher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 如果因为这个银行暴雷的事件使到美联储放弃了加息，那也就是说通胀这个恶魔又给它放生了，将来的通胀又会回来，困扰的普罗大众。这也是我觉得，虽然这一次矽谷银行跟当年的雷曼银行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同样的打开了量化宽松。还记得金融海啸的时候，我看到了第一次的量化宽松，除了自己大量的借钱去买楼之外，还叫了很多的人去买房地产，因为在低息加上通胀的年代里，买了房地产，看到资产会增值，就会让我们的财富滚雪球。当然现在不是买房地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机会会在以下的3个地方。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个是新能源的发展，这2个发展都随着科技的成熟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点。还有第3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复苏和未来的发展。那现在美国自己的问题多了，可能也会软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而综合这2个新的衍生出来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的放缓甚至衰退，另外一个是通胀的重临，2个加在一起就可能是滞胀。在滞胀的年代里，股票的价格普遍会下跌，而这个也给我们更好的机会，在一个普遍低迷的股票市场里面去寻找好的公司。这就好像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出现滞胀的时候，当时个人电脑的兴起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投资高科技企业的一个大浪潮，也造就了很多的10倍甚至100倍股的出现。那当然量化宽松 3.0 如果真的来的话，对通胀肯定是不好的，但是通胀对普罗大众的生活有影响，降息量化宽松却是为投资带来了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可以找到优秀的10倍股的话，那就能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咯。如果你想找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投资方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短时期内课程免费公开给大家，赶快领取。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